费尽心思策划了一场刺杀行动，却在即将击杀目标的瞬间，迅速将人扑倒。看着毫发无伤的女特务，他的内心反而是大喜，因为在枪响的那一刻，他所设计的一石三鸟的计划就已经成功了。自从梁硕得知自己是我党同志星窗后，就知道自己无法摆脱与军统的关系，而眼下他必须想办法调走在平家洞附近的日本宪兵，否则藏在地下仓库的炸药根本运送不出。可别说他是个被人怀疑的行动处处长，就算是76号的李主任都无法指挥日本宪兵。就在梁硕无计可施时，水野却送来了及时雨。他特地在76号的宴会上当众宣布，特务委员会批准将在76号内部设立监察处，其所有行动将直接跳过76号，单独向梅花坊汇报。这处长一职将由被策反的军统特务陆西坚担任。说白了，陆西坚的存在就是为了削弱76号主任的权力。可面对强势的水野，李主任是敢怒不敢言。奇怪的是，陆西坚一出场，似乎就对梁硕充满了敌意。只是眼下梁硕根本没有时间理会，在听到设立监察处的时候，他的脑海中就已经想好如何一走宪兵队了。而他需要做的便是透露给崔某，日本人准备调查76号走私中宝私囊的事情，而走私的事情其实就是李主任的事情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想必李主任在贪财也会选择壮士断臂。果不其然，隔天崔墨就找到了梁硕。廉价下仓库已经布置好了，既然日本人想查，就让他查个痛快。而这正是梁硕想要的结果，将驻守在平家洞日本宪兵队引到走私仓库，军统的人就能趁机将炸药运送出来。而每次梁硕有什么行动，陈更生这个助攻王总会送出一些助攻，而他的助攻早就在昨天的宴会上送给了梁硕。当时梁硕在上厕所时，一个神神秘秘的男人突然找自己搭话：你是？天蝎托我给你带句话，明晚8点江丰酒楼2楼有急要大事行商。一听对方提到天蝎，梁硕立马就察觉不对，像天蝎那样的老特务，再傻再急也不会在满是76号特务的宴会上给自己传递消息，这无非就是一次试探。而能想出这么愚蠢的试探，非陈更生莫属。说来也巧，陈更生约定的接头地点就在走私仓库附近，一个一石二鸟的计划立马出现在梁硕脑海里。他当即将整个计划告知天蝎，既然是替军统办事，那么自然要让天蝎出力。随后他就将走私的事情告诉平田，还特地提醒平田，这批货物很可能含有大批军火，极大可能与重庆有关，保险起见需要他派遣宪兵队支援。早就对梁硕心生好感的平田当即答应，看着平家洞驻守的宪兵匆忙离开，躲在暗处的军统立马行动起来。而当宪兵队在走私仓库只查到一些古董字画时，梁硕一口咬定76号一定出了内鬼，提前泄密才让他们晚了一步。仓库走访，我用的是最亲信的下属，除了跟平田长官汇报，我没有跟任何人交流。难道是电话？总部的内部电话不定期的会受到电信处的监听。梁硕三言两语就将矛头指向了陈更生所负责的电讯处，可他的计划还没结束。此时的天蝎已经带着谢念慈来到酒楼，而陈更生安排接头的人早就已经被两人制服。接下来他们将制造一场刺杀，而目标正是平田希子。就在梁硕扑到平田的一瞬间，天蝎扣动扳机，也不管打没打到，立马就撤退，留下龚允明。而枪响的瞬间，宪兵队就立马朝酒楼冲去，留给他们的只有背锅的電訊处成員。工作なの資格は誰の部下だ？他们是来寻找投稿公告，他来不了哈那么老的。此时此刻已经不需要梁硕再说什么，平田也知道该找谁算账。陳更生，直ちに特攻本部に戻れ。わかった。此次行动可以说一石三鸟，不仅运送出了炸药，陈更生还成了背锅侠，平田更是将梁硕当成了救命恩人，信任度也到达了顶峰。被这是中了梁硕的计，请相信我。梁处长一直跟我在一起，若不是他，我早就死在连家巷仓库了。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